在5星级酒店后厨颠勺了10年，好不容易攒下30万，准备给老婆开家甜品店，结果堂哥突然跑到后厨跪在我面前，说要借30万办一场顶奢订婚宴充门面。我欣然把钱借了，可没想到当晚老婆意外早产大出血，急需25W 抢救费。我疯狂给堂哥打电话，却被他拉黑删除。那一刻我没哭没闹，只是在堂哥举办豪华订婚宴那天，作为主厨的我默默撤下了所有的山珍海味，换上了30桌白水煮白菜，并在大屏幕放上了他的借条。他不是最讲究排场面子吗？今天这顿饭就是他的噩梦。林婉家属在哪儿？医生，我是林婉老公，我老婆情况稳定了吗？产妇早产并发大出血，生命体征急速下降，情况非常危险。这是病危通知书，你马上签字。因为医院血库缺血，必须紧急从外院调配特级血液和凝血因子，加上后续手术，抢救押金至少要先备15万，半小时内必须交到住院部，不然药用不上，大人小孩都保不住。医生的语速极快，每一个字都重重地砸在我心上，我手抖得几乎握不住笔，连划了好几下才在病危单上签下名字。我马上交，马上凑钱。我转过身跑到楼梯间的角落，掏出手机拨打堂哥张强的电话。这15万的救命钱本该稳稳地躺在我的卡里。我在5星级酒店后厨颠勺了10年，起早贪黑，没日没夜的干，好不容易攒下30万。这笔钱是准备下个月给林婉开一家她梦寐以求的甜品店的。就在3天前，张强突然跑来酒店后厨找我，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拉着我的胳膊，死活不撒手。他哀求我帮他渡过难关。他说他马上要订婚了，攀上了一个连锁超市的千金苏雪，但他平时只拿3000块的月薪，一直靠租豪车和假名牌把自己包装成海归富二代。女方家要求在最高档的酒店办订婚宴，他连场地定金都凑不齐。弟呀，你帮帮哥这回。只要把订婚宴的排场撑起来，苏家就不会怀疑。等明天见豪天结完账，哥立刻拿彩礼钱连本带利还你。我看着他哭得满脸是泪的落魄样，念及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我终究没忍心拒绝。我咬着牙把用来开店的30万全转给了他。可现在我老婆命悬一线，这笔钱成了唯一的救命希望。我死死盯着手机屏幕，听筒里却传来冰冷的机械女声：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我继续拨，第3次、第4次全是被秒挂。我慌了，正好旁边有个陪床的病友路过，我急忙拦住他，借了他的手机拨过去，嘟嘟，电话通了。我心里猛地燃起一丝希望，听筒那边传来张强不耐烦的声音：喂，哪位？背景音里夹杂着高级餐厅才有的悠扬小提琴声。我紧紧攥着手机，对着收音孔大喊：哥，我是张凡，婉婉早产大出血，医生说半小时内要25万救命，我求求你把钱先还我。嘟嘟嘟，我话还没说完，电话被瞬间挂断，再用那个号码打过去，已经是无法接通的提示音。我被彻底拉黑了。这通电话掐灭了我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明知道我在救命，却连1秒钟的犹豫都没有，直接斩断了林婉的生路。愤怒和绝望交织在一起，直冲天灵盖。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感觉肺都要炸开。就在这时，走廊尽头传来密集的脚步声，后厨经理老赵带着7、8个帮厨跑了过来。大冷的天，他们跑得满头大汗，连工装都没顾上换。老赵一把拽住我，把一个沉甸甸的牛皮纸信封塞进我怀里。兄弟，后厨大家临时凑了18万块钱，你先拿去缴费顶一顶。弟妹情况怎么样了？我看着信封里那叠厚薄不一的零散钞票，喉咙像卡了块石头。张强这个血亲关键时刻连电话都不接，一群非亲非故的后厨兄弟却在这时候拼凑出救命钱，还差7万，医生说半小时交不上，大人孩子都没了。我的嗓音全哑了，旁边的帮厨小弟突然拿着手机惊呼出声：主厨，你堂哥在咱们酒店。我猛地转头盯着他，小弟赶紧把手机屏幕递到我面前。同城社交圈的动态里，有人刚刚发布了一条试菜视频，定位就是我就职酒店的顶级至尊包间。视频里的张强西装革履，梳着大背头，正举着一杯红酒，搂着未婚妻谈笑风生。画面右下角的发布时间显示就是2分钟前。我死死盯着屏幕上张强那张笑得变形的脸，再看看急救室那扇冷冰冰的大门。拿别人的命去换你虚荣的排场，张强，你想得挺美。我抹了一把脸，把钱塞回老赵手里。赵哥，这钱你帮我先交进医院账户，婉婉拜托你们在这盯着。老赵看出了我眼底的狠意，死死抓住我的胳膊。你去哪儿？别做傻事儿。我去找张强拿钱。我挣脱老赵的手，没有任何犹豫，冲出医院大门。我直接扫了一辆共享单车，双腿像不知疲倦的机器，疯狂往市中心的酒店蹬去。凛冽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我感觉不到冷，心底只有无尽的狂躁。20分钟后，我把单车重重摔在酒店大堂的门外，沿着铺满红毯的熟悉通道，我一路走到走廊尽头的至尊包间。我抓住厚重的门把手，用力一推，包间的大门向两边敞开，门内奢华的水晶灯光亮得刺眼。张强正满脸红光地站在主位上，他正举着高脚杯，对着旁边盛装打扮的未婚妻苏雪侃侃而谈。雪儿，明天的订婚宴我都安排妥当了，全部都是澳洲空运过来的顶级海鲜。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与这里极尽奢华的氛围格格不入。我大步走上前，将手里那张揉皱的医院催款单重重拍在桌上。张强，婉婉早产大出血，
现在人在抢救室，半小时内不交15万的押金，大人孩子都没了。把我的30万还给我！包间里的音乐声还在继续，但气氛瞬间降至冰点。张强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眼里闪过一抹慌乱，但很快被掩盖过去。苏雪嫌弃地捂住鼻子，眉头拧成了一个结。强哥，这人是谁啊？身上怎么这么臭，跟菜市场杀鱼的一样。张强放下酒杯，亲昵地拍了拍苏雪的手背。雪儿，你别怕，这就是个神经病。他是这家酒店底层的一个帮厨，脑子有问题，见人就乱认亲戚。我整个人愣在原地。3天前在后厨，他拉着我的手，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求我借钱给他撑场面。现在为了在未婚妻面前装富二代，他居然当众造谣我是神经病。你说谁是精神病？那30万是我和婉婉攒了10年准备开店的血汗钱，你拿去充排场。现在我老婆命在旦夕，你连电话都不接。苏雪不耐烦地把手里的筷子丢在桌上。你们酒店的安保是怎么做事的？怎么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放进来打扰客人用餐？外面的服务员听到动静赶紧跑了进来，紧接着大堂经理老王也满头大汗地赶到了。张强从西装内兜里摸出一张纸，那是当初我把钱借给他时他亲笔写的借条复印件。他将复印件轻飘飘地扔在转盘上，自己看清楚，白纸黑字写着明日订婚宴后结亲，现在时间还没到，你跑来闹什么闹？他理直气壮的语气像是一把刀子扎进我的胸口。当时我看在兄弟情分上，特意把还款日期宽限到了订婚宴之后，就怕他有压力。如今这份好意成了他赖账救命钱的挡箭牌。老王见状赶紧上前拉住我的胳膊。张主厨，现在是客人的私人用餐时间，有什么私事儿咱们私下解决，别影响酒店声誉。张强冷哼了一声，转头看着老王。王经理，明天我们苏家在你们这儿包场的100万订婚混可是交了定金的，如果你们连这种骚扰客人的紧身病都处理不好，明天的一席我们就直接取消，到时候定金你们得双倍赔偿给我。老王一听这话，脸色立刻变了，他拿起对讲机直接喊来了门口的安保。3名牛高马大的安保人员冲进包间，一左一右锁住了我的肩膀。张哥，对不住了，先跟我们出去。我没有反抗，也没有大吵大闹，我只是死死盯着张强的眼睛。张强转过身，端起酒杯跟苏雪碰了一下。保安，赶紧把他弄走，真扫兴。我被安保人员强行拽出了包间，厚重的红木大门在我面前重重关上。大门合上的那一刻，我听见里面传来苏雪的娇笑声。现在真是什么穷亲戚都有，看着就让人反胃。我站在空荡荡的走廊里，手机屏幕突然亮了，是张强刚刚发布的一条朋友圈，配图是包间里的高档红酒和澳洲龙虾，文案写着明天订婚。今天遇到个要饭的穷亲戚，真是晦气。他宁愿花几十万在外面摆排场装大款，也不愿把30万还给我去救婉婉的命。人性一旦凉薄起来，连畜生都不如。走廊里的冷气灌进肺里，将我心底那股想要冲进去掀桌子的冲动生生浇灭。转身朝着酒店行政部的方向走去。既然你跟我讲借条的规矩，那我们就用酒店的规矩好好玩玩。行政部的办公室这会儿空无一人，我推开主厨办公室的门，坐进电脑桌前，输入工号，按下指纹，酒店宴会最高权限系统瞬间解锁。我调出明天订婚宴的全部档案，鼠标光标一路往下滑，停在张强那份极尽奢华的采购清单上：3头鲍蓝鳍金枪鱼、澳洲帝王蟹，整整30桌，总造价高达50万。而财务核算的页面显示，张强只支付了10万元的场地定金，40万的尾款，1分钱都没结。看着屏幕上那刺眼的数字，我敲击鼠标的手指顿住了。一场合法合规的反击已经在我的脑海里彻底成型。张强，你既然这么在乎排场，明天的订婚宴我一定会给你安排一个终生难忘的大场面。宴会档案里的数据一行行跳出来，张强的这桌订婚宴订的是酒店最顶级的5万81桌的至尊海鲜套餐，30桌总金额超过170万。可是财务核销那一栏里，实收款只有区10万块，这10万还是宴会厅的基础场地定金，这就意味着明天的餐费张强打算全白嫖酒店的店款。按照常规流程，如果是知根知底的大客户，酒店会先垫资采购，等宴席结束再结账。但张强算哪门子大客户？他在后厨痛哭流涕哀求我借钱的嘴脸还历历在目。我调出酒店财务风控规章制度，第34条写得清清楚楚，如遇客户尾款未清且信誉存疑，后厨及宴会部有权根据已缴定金价值对餐品及服务进行降级处理，防范死账烂账。这就好办了。既然你跟我讲纸面上的规矩，那我就陪你把规矩执行到底。我推开办公室的门，快步回到后厨。老赵正带着几个帮厨在清点晚上的备菜，看我回来，老赵赶紧迎上来。老弟，钱要回来了吗？弟妹那边已经送进去了，暂时稳定了，医院正催着后续交费呢。我摇了摇头，老赵急了，扯着嗓门喊：张强真不给，他都在上面吃香喝辣的了，这可是救命的。后厨的徒弟们听到动静全都围了过来，大伙儿平时就对我这个主厨服气，加上今天这事儿，个个都气得脸红脖子粗。师傅，咱们这就上去找他要，
哪有拿亲嫂子命去装面子的道理？大家不用去，他拿着借条钻空子，上去闹只会被大堂经理轰出来。我看向老赵，语气很平静。赵哥，明天张强那30桌的订婚宴，采购买单是不是还没下定？老赵点点头。明天早上5点去海鲜市场提货，单子还在我这压着呢。把单子给我，明天的海鲜肉类采购全部取消。取消？那明天他们30桌人吃啥？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转了2000块钱给小徒弟。去一趟城南的农贸市场，给我拉2000斤最便宜的普通白菜，再来500斤水萝卜。师傅，你这是？我把手机里的酒店风控条例截图发进后厨群里。10万块定金，扣掉5万的场地费，2万的设备损耗，3万的人工服务费，剩下的钱就只够买这些白菜萝卜。我是这儿的行政主厨，所有风险管控我说了算。老赵看着群里的规章制度，一拍大腿，绝了，符合酒店规章，他还挑不出半点毛病。后厨的兄弟们瞬间明白了我的意思，刚刚憋屈的情绪一扫而空。好嘞，师傅，这活交给我们，保证让他明天终生难忘。安排好后厨，我转身上了宴会部所在的2楼，推开灯光控制室的门，灯光师大伟正咬着烟头排线。平时后厨弄点什么特色宵夜，我总会给他留一份，两人交情一直不错。张哥，怎么这时候上来了？大伟，明天张强订婚宴的原文件在你这儿吧？在呢。张强非要放什么国外求婚 VCR， 还千叮咛万嘱咐，让我调到最亮的模式。我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把文件剔了。大伟一愣，差点把烟头烫着手。提成？啥？我掏出一个 U 盘放在控制台上，这是我刚才在办公室用监控主机拷下来的。3天前，张强在后厨一把鼻涕一把泪，痛哭流涕求我借钱的画面，高清无码，连声音都录得清清楚楚。我顺手还把那张30万的借条照片合成到了视频最后，下面还特意配上了一行鲜红的大字：资金用途，置办虚假排场骗取苏家信任。大伟把 U 盘插进电脑，点开看了一眼，这干的是人事吗？张哥，你放心，明天我保证让这视频在最关键的时候准点播放。第2天中午，宴会厅外的豪车已经停满了整个停车场，走廊上铺满了红毯，到处都是鲜花和气球。我站在后厨通道口，面前是30辆装得满满当当的传菜车，每一辆车上都摆着一排排盖着纯银餐盖的古瓷盘，里面的顶级大菜全是我们昨晚连夜备好的清水煮白菜，连一粒盐都没放。小徒弟站在我身边，兴奋地直搓手。外面已经入座了，计时快到了。我抬头看向墙上的监控屏幕，张强正穿着那套租来的高定西装，在台上红光满面的拿着麦克风吹嘘。大屏下方，苏雪和她父母坐在主桌，满脸得意。我按响了面前的传菜铃，30名传菜服务员立刻就位，整齐划一的排在通道前。我看着监控里张强那虚荣到了极点的笑脸。上菜，开席！我站在后厨监控屏幕前，将前厅宴会大厅的画面看得清清楚楚。大厅门口，张强的大伯母正拉着几个远房亲戚的手，笑得合不拢嘴。可算来了，快进去坐。我们家强子啊，从小就出息，海归创业，现在年入1000万呢。今天这订婚宴可是包了本市最顶级的5星级酒店。他拉着人往里走，还不忘踩我一脚。你们看看我家强子，再看看那个张凡，在个破厨房里切了10年菜，说到底也就是个厨子，穷酸得很。听说他老婆这2天快生了，连个像样的单间都住不起。今天强子大发慈悲，特意选在他打工的这酒店办酒，也算让他沾沾光，见识一下什么叫上流社会。主桌上，苏雪的父母端坐着，苏母摸着手腕上的粗金镯子，笑得满脸红光。亲家，强子这孩子真是有心了，这一桌5万8的席面，在咱们这圈子里可是独一份儿，我可是长脸了。这算什么？强子说了，只要雪儿高兴，花多少钱他都不眨眼。以后他们结了婚，你们2老就等着享福吧。台上灯光骤暗，一束耀眼的追光直接打在张强身上。他今天特意搞了个大背头，油光水滑，手里拿着麦克风，像个成功学讲师一样在台上踱步。感谢各位长辈、各位亲朋好友，今天来参加我和雪儿的订婚宴。我张强创业这么多年，赚了不少钱，也见过无数大场面，但我一直觉得赚再多的钱也是为了给自己最爱的女人花。台下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苏雪坐在主桌上捂着嘴娇羞的笑，满眼都是崇拜。张强抬起手打了个响指，示意礼仪小姐上台。几个穿着高开叉旗袍的礼仪小姐端着托盘，将一张张烫金的菜单分发到每一桌。张强拿着麦克风，声音在大厅的音响里来回震荡。大家可以看看手里的菜单，今天我不光要让大家见证我的爱情，还要让大家尝尝什么是真正的顶级食材。第一道前菜，俄罗斯野生鱼子酱，
配法式极品鹅肝。第二道，澳洲空运过来的三头鲍，活体直接下锅，绝对新鲜。还有这蓝鳍金枪鱼、北海道帝王蟹，全是我包专机空运过来的。大家敞开了吃，敞开了喝，这100万的单，我张强买得起。底下的宾客看着菜单，倒吸凉气的声音此起彼伏。乖乖，这一桌得多少钱啊？人家现在是千万富翁，这点钱算什么？苏家真是找了个金龟婿，以后可发达了。张强站在台上，极其享受着台下300多人的追捧。他微仰着下巴，真把自己当成了福布斯排行榜上的顶级富豪。我在后厨监控室里冷眼看着这一切，看着他用婉婉的命换来的30万，在这里给自己镀上一层虚荣的金边，这画面何其荒诞。10分钟前，医院那边老赵刚打来电话，那凑来的8万块钱全交进去了，特级血液还在加急输，婉婉还在 ICU 刚刚脱离危险，而这里张强正拿着我的钱，心安理得的享受着全场的仰望100万的单。你买得起拿我救命的30万，买你100万的排场，你那空瘪的口袋里除了我的血汗钱，连一块硬币都掏不出来。这种极端的反差让我连愤怒都觉得多余，只剩下彻骨的冷意。宴会厅里吉时已到，张强看了一眼手腕上的高仿绿水鬼名表，迫不及待地冲着对讲机喊话：后厨听到没有？时间到了，赶紧把我的冷盘上来。他连催了3遍，生怕晚1秒就耽误了他装阔绰的节奏。对讲机里传来他急切且高傲的使唤声。我关掉对讲机的收音，大步走到切配台前，转头看了一眼整装待发的后厨团队，30辆传菜车，30个统一着装的传菜服务员，每一辆车上都摆满了一排排盖着纯银餐盖的古瓷盘，里面装的全是我们昨晚连夜熬煮的清水白菜，连一粒盐都没舍得放。我对着传菜主管打了一个明确的手势，推出去。不锈钢车轮碾过大理石地面的声音在后厨通道里整齐的响起。宴会大厅的厚重双开门被服务员缓缓推开，30名服务员推着餐车鱼贯而入，全场的目光瞬间被吸引了过去，奢华高级，充满排场。张强非常满意的点了点头，大步从台上走下来，直奔主桌。他走到苏雪身边，十分绅士的拉开椅子，服务员走到主桌前，将那盘盖着纯银餐盖的菜品稳稳放在转盘正中央。整个大厅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在伸长脖子等着一睹顶级鱼子酱的真容。张强得意洋洋的把手放在餐盖的把手上，他转头看向苏雪，语气极其深情：亲爱的，见证我们爱情的第一道前菜，由你来亲自解开。苏雪优雅地伸出涂着精致美甲的手，她的手指搭在纯银餐盖把手上，全场的目光在这一刻全都聚焦了过去。苏雪满眼娇羞地看着张强：强哥，你准备的惊喜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张强挺直了腰板，极其自信地抬了抬下巴：那必须的，雪儿，打开看看，纯正的俄罗斯野生鱼子酱配极品法式鹅肝，保证你以前都没见过这么顶级的货色。苏雪笑着将餐盖缓缓掀开，没有期待中诱人的香味，没有任何高档精致的摆盘，硕大的纯白骨瓷盘正中央，孤零零地趴着几片皱巴巴的白菜叶子，上面连一点油星子都没有，就是纯粹的白水煮白菜。最上面的一片白菜叶子边缘甚至还泛着没切干净的枯黄色。苏雪脸上的娇羞直接僵住了，苏母刚准备夸赞女婿有心的话，死死卡在了嗓子眼。苏父猛地坐直身子，脸板的像一块铁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张强，这就是你说的俄罗斯鱼子酱？苏父的声音极其压抑，带着明显的怒火，在他看来，这简直就是在当众羞辱苏家。旁边的宾客愣了几秒后，瞬间炸开了锅，大家开始交头接耳，议论声越来越大。这是什么情况啊？在顶级5星级酒店包场上白水白菜，这白菜看起来比我家喂猪的都没食欲。张强额头上的冷汗唰的一下就冒出来了，他死死盯着转盘上那盘惨绝人寰的白水煮白菜，眼珠子都快瞪脱窗了。可他这人极要面子，硬生生把心里的慌乱压了下去。他赶紧伸手转动玻璃圆盘，把白菜转到自己面前，他强挤出一抹比哭还难看的笑。叔叔阿姨，你们有所不知，这可是现在国外上流社会最流行的高端素食理念，只有身体状态极佳的人才能享受这种清淡的美味。这道菜有个名头叫反簸归真，这白菜是专门从高山无菌有机农场空运过来的，清肠胃的，一盘得大几千呐。苏母听他这么编，脸色稍微缓和了一点，但还是满眼狐疑。就在这个时候，第2名服务员面无表情地走过来，将第2个盖着纯银餐盖的盘子放在主桌上。张强抓紧机会清了清嗓子，试图找回场子。大家注意看啊，这第2道绝对是硬菜，正儿八经的澳洲大龙虾。苏雪为了缓解刚才的难堪，赶紧亲手去揭开盖子，盖子一开，底下赫然是一大碗白水煮萝卜块，块切的大小不一，一看就是后厨随便用刀剁出来的。这下连骗自己的理由都找不到了，安静死一般的安静。隔壁桌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实在没憋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这一声笑成了压垮全场的最后一根稻草，整个宴会大厅彻底沦为嘲笑的海洋。笑死我了！千万富翁的订婚宴，请大家来啃水萝卜。原来这就叫上流社会啊！这排场真是长见识了。嘲讽的笑声一浪高过一浪，苏雪这辈子都没觉得这么丢人过。她白皙的脸涨得通红，把手里的纯银餐盖重重地摔在桌上。
张强，你到底在干什么？苏父也彻底怒了，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你要是办不起就别办，拿这堆烂叶子来糊弄谁呢？张强急得满头大汗，语无伦次的连连摆手。叔叔、雪儿，你们听我解释，肯定是酒店上错菜了，他们肯定搞错了。他刚要转头去喊大堂经理，第3道、第4道、第5道菜，30名服务员推着餐车像流水线一样疯狂上菜，清炒黄豆芽、凉拌黄瓜条、清水煮土豆片。不仅仅是主桌，全场整整30桌，全都经历着一样的绝望。300多个盛装打扮的宾客面前，摆满了纯素的大杂烩。别说是海鲜了，这桌子上连一滴荤油的影子都看不见。刚才还在门口四处吹嘘自家侄子多有钱的大伯母，此刻缩在椅子上，恨不得立刻找个地缝钻进去。周围亲戚看他的眼神全是不屑和鄙夷。大嫂，这就是你说的让我们来沾沾光？我们大老远包车跑来，就吃你们家的水煮来不啊？哼，装什么大尾巴狼？没钱就别出来摆阔。女方苏家的亲戚更是骂得难听，这什么海归创业的金龟婿？该不会是个要饭的吧？骗子吧这是，抠成这样还学人包场5星级酒店。大厅里的各种嘲笑、讥讽、质疑的声音，像无数个无形的巴掌，正反交替着狠狠抽在张强的脸上。他苦心经营的千万富翁人设，在这一桌桌白水煮白菜面前碎得连渣都不剩。监控屏幕前，我冷眼看着张强那张由红转白又由白转青的脸，心里没有一丝波澜。你拿我老婆15万的救命钱去装逼，我给你上这桌白菜已经是便宜你了，这就受不了了。戏才刚刚开始而已。监控画面里，张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了。看着苏雪极其厌恶的眼神，暴躁与慌乱彻底占据了他的脑海。他一把推开椅子，椅子腿在大理石地面上摩擦出极其刺耳的声响。太过分了，雪儿你等着，这家酒店绝对是在故意整我，我现在就去后厨找那个管事的算账。走。张强气急败坏地扯松了脖子上的领带，他红着眼睛拨开人群，杀气腾腾地直奔后厨通道冲了过去。我看着监控里他暴走的身影，顺手拿起了桌上的酒店财务风控条例复印件。来吧，咱们也该把账好好算清楚了。后厨通道的门被张强一脚踹开。张凡，你是不是疯了？谁让你给老子上白菜的？赶紧把剩下的海鲜给我端上去！他指着我的鼻子，扯着嗓门大吼。我稳稳地坐在切配台上，看着他无能狂怒的样子，顺手拿起一旁的宴会合同副本和风控条例，啪的一声，直接甩在张强面前的不锈钢案板上。我盯着他的眼睛，语气极其平静。这10万块定金，抛去场地、人工和损耗，剩下的钱就只够买外面的萝卜白菜，没交尾款就只能吃符合定金价值的基础餐品。张强瞪大了眼睛，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你胡说！我是签了100万大单的贵宾客户，你一个破厨子，敢在这儿给我定规矩？他掏出手机，恶狠狠地指着我。我现在就打电话叫你们酒店高层过来，你敢违规操作，我要让你今天就卷铺盖滚蛋！我没有阻止他，直接把旁边的笔记本电脑屏幕转过来，上面清清楚楚显示着采购系统的财务核准记录。你看清楚，系统判定你未支付尾款，存在逃单风险，自动触发降级机制。我走的是正规流程，合法合规，毫无破绽。想投诉，你现在就打。张强拿着手机的手僵在了半空中，他看懂了屏幕上的盖章记录，脸色变了又变。就在这时，后厨通道外传来一阵急促的高跟鞋声。苏雪和她父母冷着脸走了进来，苏母指着张强，声音尖锐刺耳：张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在外面把牛皮吹破天，结果连个酒店的尾款都结不清，这就是你说的年入千万。张强一看苏雪一家来了，刚才的嚣张气焰瞬间消散，他立马换上一副讨好的嘴脸，迎了上去。叔叔阿姨，你们千万别误会，听我解释啊！我那个海外的1000万级账户，昨晚突然遇到了外汇管制，被暂时冻结了。国内的活期卡一时周转不开，才跟这酒店闹了点误会。他转头拉住苏雪的手腕，满眼深情。雪儿，你是了解我的，我公司每天的流水都大几百万，怎么可能连顿饭钱都掏不出？苏雪半信半疑地看着他，苏父冷哼了一声，根本不吃这一套。周转不开就拿一堆烂叶子来糊弄我们苏家，你把我们当叫花子打发呢？我看张强还在面不改色地编故事，冷笑了一声，从支付口袋里掏出几张折叠好的纸。海外1000万级账户被冻结，那你看看这些是什么？我将那几张纸重重拍在案板上。3天前，你为了在这儿求我借钱，把你的财务状况发给我卖惨，13张信用卡，总共透支逾期40万，5个网贷平台，连本带息20多万，连网贷的催收短信都轰炸到我这个紧急联系人的手机上了。这几张纸全是他亲手发给我的账单截图打印件。苏雪一把推开张强，快速抢过那几张纸，他的目光落在纸上，看清上面那一排排触目惊心的逾期数字和催收警告，他的面色瞬间惨白。张强，你居然背了60多万网贷！张强彻底破防了，他慌乱的想要去抢苏雪手里的账单，却被苏家的保镖一把隔开。雪儿，你听我解释，这些都是假的，
是他嫉妒我，故意 P 图来陷害我的。苏雪嫌恶地往后退了一步，甩开他的手。张强眼看谎言就要被彻底戳穿，他知道在这个逼仄的后厨根本圆不回这个场子，他急中生智，一把拉住苏雪的袖子，拼命往大厅的方向拽。雪儿，你别信他的鬼话，大厅马上就要放我花重金在国外给你专门拍的求婚 VCIR 了，你看完那个视频就知道我到底有多大势力了。走，我们现在就去大厅看视频。他死命拽着苏雪，仿佛大厅的大屏幕是他今天翻盘的最后救命稻草。张强拽着苏雪的手腕，快步从后厨通道冲回了宴会大厅。苏父苏母跟在后面，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我慢条斯理的整理了一下袖口，跟着走了出去。大厅里这会儿已经乱成了一锅粥，300多号人看着满桌子的白水煮白菜，怨声载道，吵闹声快要把房顶掀翻。张强3步并作2步冲上主舞台，他一把夺过主持人的麦克风指骨，因为用力过度而泛着清白。大家静一静，一点小小的失误而已。酒店方面的违约，我后续会让律师去追究。今天是我和苏雪的大好日子，我不想被这些小插曲扫了兴，请大家看向大屏幕。他转身指向舞台正后方那块巨大的 LED 显示屏，语气重新恢复了不可一世的傲慢。接下来播放的是我前阵子特意飞去冰骚，花了整整30万给雪儿拍的求婚 VCR， 我张强的实力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完就知道了。苏雪站在台下，原本铁青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一点，苏父苏母也暂时停止了发作，冷着脸盯着屏幕，全场的灯光瞬间熄灭，只留下一束追光打在屏幕上。大厅里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等着看这个所谓千万富翁的浪漫大片。大屏幕闪烁了一下，亮起刺眼的白光，音响里传出的根本不是什么浪漫的交响乐，而是一阵极其凄厉，甚至有些破音的哭喊声。弟呀，你今天必须要帮帮哥这回。大屏幕上出现的根本不是什么冰岛的风光，而是我们酒店后厨那间有些杂乱的切配室。视频里的张强，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死死抓着我的胳膊，哭得五官都挤在了一起，全场瞬间倒吸了一口冷气。苏雪猛地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屏幕上的画面。视频还在继续播放，音质极其清晰。视频里的张强疯狂用袖子擦着鼻涕，语气焦急万分。那苏家要求太高了，要在顶级酒店办酒席，你也知道，我1个月就拿3000块钱的死工资，连这个月房租都还没交呢。我站在旁边看着大屏幕，耳边回荡着视频里我当时反问的声音：哥，你没钱装什么富二代？你那辆保时捷不也是租的吗？视频里的张强急得直跺脚，满脸算计。不包装能行吗？苏雪那是超市千金，只要把明天的排场撑起来，把他家糊弄过去，你先把准备开店的那30万借给我，算哥求你了。等我把这千金大小姐骗到手，结完账立马连本带利还你。画面里他急切贪婪的丑态被高清摄像头捕捉得一览无余。宴会大厅死一般寂静，只有音响里张强那句把这千金大小姐骗到手在空旷的大厅里来回回荡。紧接着一张高清放大的借条照片，犹如一枚重磅炸弹直接占据了整个巨大的屏幕。那是3天前张强亲笔写下的字迹，借条的最下方我特意让大伟加上了一行极其醒目的血红色大字：资金用途，置办虚假排场，骗取苏家信任。红色的字体在大屏幕上显得极其刺眼。整个宴会大厅沉默了2秒钟后，瞬间像滴了水的油锅一样彻底炸开了。月薪3000装千万富翁，那豪车还是租的？绝了！连办这顿白菜宴的钱都是找人借来骗婚的。这也太恶心了，这不是纯纯的杀猪盘吗？台下的宾客们指着台上的张强，各种鄙夷的咒骂声铺天盖地砸了过去。刚才还在吹捧他的张家亲戚们，此刻一个个黑着脸往后缩，生怕跟他扯上关系。苏雪气得浑身都在发抖，他死死盯着大屏幕上那句把他家糊弄过去，眼泪直接飙了出来。苏父一把摔碎了面前的古瓷杯，瓷片碎裂的声音尖锐刺耳。张强，你今天必须给我们苏家一个满意的交代，你敢拿我们一家当猴耍？刚才还在台上信誓旦旦要展示实力的张强，此刻就像被抽干了全身的骨头。他的手一松，麦克风重重地砸在地板上，发出极其尖锐的啸叫声。他双腿发软，张着嘴半个字都说不出来。面对周围那些像看垃圾一样的眼神，他的心理防线彻底溃败。就在这万劫不复的时刻，就在这鸦雀无声的死寂中，一直缩在角落里的张强大伯母突然样冲上了舞台。假的，这全都是假的！大伯母张牙舞爪地站在台上，手指快要戳到屏幕上。张凡，你个没良心的白眼狼！你自己一辈子在厨房里炒菜，看我们家强子出息了，赚大钱了，你心里嫉妒，对不对？你故意用那个什么电脑技术，把我们强子的脸换到别人身上，就是为了在这大喜的日子往他身上泼脏水。大伯母唾沫横飞，转身对着台下的宾客拼命挥手。大家千万别信他，我们强子的那辆保时捷就停在楼下，那么大个公司在那儿摆着，怎么可能去借他30万？这全都是他自己编造出来坑我们家亲戚的。我看着大伯母那副信誓旦旦的样子，连反驳的心情都没有。我大步走到大厅中央的空地上，从贴身的内兜里掏出几张盖着银行大红公章的纸张，高高举起。你们说我是用电脑合成的假视频，那你们睁大眼睛看清楚，这份带银行公章的转账流水和业务回书能不能作假？
我把回单甩在最近的一张桌子上，离得近的几个宾客立刻凑上前去看。看清楚上面的受害人名字和账号，整整30万。3天前从我的建行卡一分不少，全统转进了你张强尾号6789的账户里。这笔钱是我和婉婉辛辛苦苦攒了10年，那是我们准备下个月用来开店的血汗钱。我的声音传遍大厅的每一个角落。可他拿了钱干什么了？他拿我的血汗钱去租豪车、买假表，包下这30桌酒席冲大款骗婚。我指向瘫坐在地上的张强。就在3个小时前，婉婉早产大出血，人在医院抢救室危在旦夕，医生让我半小时交齐15万的抢救已金。我跪着给他打电话，求他把钱还我救命。他呢？他直接把我拉黑，拿着我的救命钱在这里跟你们吹嘘，这是他赚来的意外之富。这几句话砸出去，整个大厅静得落针可闻。刚才看回单的那个宾客大声喊了一句：“确实是30万转账。”大伯母愣住了，脸上的横肉都在颤抖。他还想硬撑，那就是他以前欠我们强子的，现在还款不行吗？底下一个本地的长辈实在听不下去了，站起身指着大伯母：“行了，你们家张强平时是个什么德行？我们一条街的街坊谁不知道？一个月换3份工作。”天天躺在家里打游戏，哪来的几千万公司？上次还在棋牌室借了我2000块钱没还呢，装什么大老板？越来越多的知情人开始倒戈，那些亲戚们终于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看张强和大伯母的眼神全变了。真有脸干得出来啊！拿人老婆的救命钱来办酒席，这种人以后赶紧断了来往，太毒了。大伯母被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得面红耳赤，她干脆往地上一坐，准备拿出她最擅长的撒泼打滚。你们合伙欺负人啊！苏父看都没看他一眼，直接对身边的保镖挥了挥手。2名黑衣保镖上前一步，像拎小鸡一样把大伯母强行拖到角落里挡住。苏雪站在一旁，她看向张强的眼神里只剩下极度的恶心。她冷着脸把手指上那枚号称几10万的订婚钻戒拔了下来，没有任何犹豫，狠狠砸在张强的脚下。钻戒在大理石地面上弹起，发出清脆的响声，滚落到一旁。张强，这破戒指你自己留着吧，我们的订婚彻底取消。苏家绝对不会跟一个满嘴谎言，连别人救命钱都要贪的无赖结亲。张强这时候终于缓过神来，他连滚带爬地扑向苏雪，试图去拉她的胳膊。雪儿，我错了，你给我一次机会，我以后肯定赚大钱给你花。别走，你走了我怎么办啊？还没碰到苏雪的衣服边，苏家的保镖直接抬手将她无情地推开。张强像个破布口袋一样重重摔在地上，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了。苏父冷冷地扫视了一圈大厅。我们走。苏家的人毫不留恋地转身，准备立刻离开这个让人作呕的现场。就在他们刚刚走到宴会厅大门口的时候，大厅那2扇沉重的双开大门突然被人从外面大力推开了。3个穿着职业装、手拿文件夹的男人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领头的黑衣男人目光越过人群，迅速扫视全场，直接锁定在主桌旁像烂泥一样瘫在地上的张强身上。他冷冰冰地吐出一句话：“张强先生是吧？你的大戏演完了，现在该算算我们的账了。”进来的3个男人没有多看其他人一眼，他们径直走向主桌。带头的黑衣男人是本地最大的豪车租赁行老板李总。李总穿着一身黑色风衣，手里拿着对讲机，直接安排外面的手下把酒店出口全堵上，今天没结清账，谁也别想开走一辆车。安排完，他把手里的蓝色文件夹直接扔在张强面前的转盘上。张老板，你的戏唱够了吗？楼下称审面的那6辆超跑，你只付了2万押金。合同上白纸黑色写着3小时的租期已经超了20分钟，加上8万的尾款，连本带息立刻结清。李总的话在大厅里炸响，周围的宾客彻底明白过来，一阵哗然。张强急得满头大汗，连连后退。李总，我们不是说好了等订婚宴结束再结吗？我现在卡里有点问题，你宽限我半天行不行？李总冷笑一声，完全不留情面。宽限？你拿什么还？外面的法拉利车钥匙该交了，超时费1分钟300，你自己算算欠了多少？李总身后另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站了出来，他是本地名表行的业务经理。他一步跨上前，没有半句废话，他强行捏住张强的手腕，动作利落地解开了表扣。我的表，这是我的！张强还在做着徒劳的挣扎，表行经理将那块所谓的限量版绿水鬼拿在手里，仔细检查表盘。张先生，少在这装大款，这表你戴了4个小时，上面要是多一道划痕，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确定表盘完好后，他拿出一份违约责任书，现在连同租金尾款和超时的违约金一共1万块，马上付清。表行经理一边说，一边拿出随身携带的 POS 机。刷卡还是扫码？
张强捂着空荡荡的手腕，脸色惨白，他的账户里早就空空如也，连1毛钱都刷不出来。他只能求助的看向还没走出门的苏家人。雪儿，叔叔，你们帮帮我，这笔钱算我借你们的，行不行？苏雪连头都没回，越走越快。苏父转过身，狠狠地啐了一口：“放个屁！你真当我们苏家是冤大头？保镖，开路！”看到苏家人走了，刚才还在张狂的大伯母也慌了，他猫着腰，贴着墙根就想往外溜。张强眼尖大喊了一声：“你先借我10万应个急！”大伯母被点名吓得浑身一哆嗦，脚底抹油跑得飞快。哎呦，我家里炉子上还炖着汤呢，你自己的破事自己解决，别连累我们。张家的其他亲戚见状，立刻做鸟兽散。不到3分钟时间，原本挤满300多人的巨大宴会厅走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一桌桌没动过的白水煮白菜，还有被债主们死死围在中间的张强。酒店的大堂经理老王这时候也拿着账单走了过来，他将账单拍在桌上：“这事我也得跟你算清楚。你的定金只有10万，按照我们酒店规定，10万只够场地费和今晚这些白菜的成本。你刚刚试图闹事，并且导致了宴会厅严重骚乱，场地清洁费和违约金一共2万，请你一并补齐。”老王指了指外面的通道：“我们后厨的安保人员都在这儿，没结清2万违约金，我们法务部立刻报警。”李总、表行经理、老王3方人马把张强堵在椅子中间，形成了一道铜墙铁壁。张强被逼得无路可退，他缩在椅子角落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身上那件高定西装已经被扯出了褶子，梳得整整齐齐的大背头也散落下来，贴在满是冷汗的额头上。要多狼狈有多狼狈，众叛亲离，身败名裂。我站在人群外围，看着这个贪得无厌的堂哥落到这步田地，我的心里没有半点同情，只有对医院病房里妻子的极度担忧。时间1分1秒的过去，30万的缺口还挂在急救室的缴费处，我必须马上拿到钱。我大步走上前，拨开围着他的债主，停在张强面前。张强抬起头，满眼血丝地看着我：“张凡，你为什么要这么逼我？你毁了我一辈子的幸福！”我冷冷地看着他：“我逼你，你在借钱的时候满嘴谎言骗我的血汗钱。我刚才打电话求你还钱救命，你直接拉黑我，到底是谁在逼谁？”我掏出手机，跳出收款码，屏幕的亮光直直地照着他灰败的脸。他们的账算完了，现在把我的救命钱吐出来。我的话音刚落，张强瘫坐在地上的身子明显瑟缩了一下，他死死捂住西装的内口袋，眼神开始飘忽不定。我真没钱了，刚那10万定金就是我全部的家当，我卡里比脸还干净。我冷笑出声，在这个时候，他居然还在为了钱撒谎。我指着桌上的账单，声音平稳却透着极大的压迫感。3天前，我给你转了整整30万，酒店定金10万，超跑押金2万。加上你这身行头撑死几万，满打满算你才花出去15万，你卡里最少还剩15万。此言一出，周围站着的几个债主瞬间反应过来，李总直接跨上前一步，皮鞋的鞋尖抵在张强旁边的椅子腿上。好小子，卡里明明有钱，搁这儿跟我们装死是吧？表行经理更是直接拿出了手机录像，大堂经理老王拿起腰间的对讲机：“前厅保安组把宴会大厅的2个出口全部堵死，警察没来之前连只苍蝇都别放出去。”3个人3股势力将张强围得密不透风，张强彻底慌了神。张强的嘴唇发抖，他在几个壮汉的逼视下紧紧攥着手机，他那双充满算计的眼睛转了2圈，突然他抬起头看着我，脸上竟然挤出一丝讨好的笑：“凡子，哥真知道错了，这剩下的15万我可以马上转给你去救命，但是你也得帮我个帮忙。”他指了指旁边的李总和老王：“你帮哥跟他们说说好话，让他们把违约金免了，反正你也拿到救命钱了，咱们亲戚一场，你不能眼睁睁看着我被他们逼死啊！”我整个人僵在原地，一种极度恶心的感觉从胃里翻涌上来。都这个时候了，他还在跟我谈条件，他的自私和无耻已经彻底烂到了骨子里。我根本没理他。老王在一旁听得直皱眉头，直接拿出了手机：“跟这种人废什么话？”老王当着所有人的面拨通了110。你好，我们在本市中心5星级酒店宴会厅，这里有人涉嫌合同诈骗，金额巨大，麻烦出警。张强听到报警2个字，眼里的防线彻底崩溃了，他吓得大叫起来：“别报警，别报警，我这就转！”他手忙脚乱地解锁手机，哆哆嗦嗦地扫了我的收款码，15万的数字在屏幕上跳动，叮，支付宝到账15万元。我看着手机上弹出的转账记录，紧绷到极限的神经终于得到了一丝喘息的空间。拿到钱的那一刻，我甚至都没有多看张强一眼，转身大步往外跑。凡子，你帮我说句话啊！你拿到钱了吗？不能不还我！身后传来张强绝望的哀嚎声，李总冰冷的声音紧随其后：“叫你爷爷都没用，老实在这待着等人来。”
我推开宴会大厅沉重的大门，走廊里的冷风吹在我的脸上，我不顾一切地朝着医院的方向狂奔，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婉婉等我。医院缴费处的窗口前，我把手机递了过去，15万的数字扫过去，机器发出成功的提示音。那一刻，我整个人脱力地靠在柜台上，拿着长长的一串缴费单据，我发了疯一样冲向3楼的重症手术室。走廊尽头，老赵和小徒弟还守在门外，看到我跑过来，老赵赶紧迎上前：“钱交上了吗？”“交上了。”我大口喘着气，感觉肺都要烧起来了。“交上就好。刚才缴费处打过电话，特调的血浆和凝血因子已经送进去了。”我走到抢救室门前，盯着门上那盏刺眼的红灯，眼睛都不敢眨一下，每一秒的时间都被无限拉长。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2下，是大堂经理老王发来的微信，2段短视频和1条语音。点开视频，2辆警车正停在酒店门口，闪着警灯。张强双手戴着银手镯，被2名警察一左一右压着往外走。他低着头，像一只斗败的公鸡，早没了之前的嚣张和排场。李总和表行经理手里拿着厚厚的合同证据，紧跟在后面上了另一辆警车。老王的语音紧接着弹了出来：“张主厨，人被带走了。涉嫌金额巨大，属于合同诈骗，直接立案了。”苏家人早就跑得没影了，这小子下半辈子估计要进去踩缝纫机了。我关掉手机屏幕，没回信息。对于张强的结局，我一点都不觉得痛快，只觉得悲哀。为了一个所谓装面子的排场搭上自己的人生，纯属活该。就在这时，手术室门上的红灯突然灭了，沉重的大门缓缓推开，一股浓烈的血腥和消毒水混合的味道飘了出来。主治医生摘下沾着血迹的手套，快步走了出来。我感觉自己的腿像灌了铅一样重，撑着墙壁，我艰难地走到医生面前，心跳快得几乎要撞破胸膛。医生，我的声音都在发颤，后面的话根本不敢问出口。医生看着我，神色凝重地叹了口气。我脑子里嗡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极度的绝望感像潮水一样要将我彻底淹没。就在我快要站不住的时候，医生突然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悬啊，真的太悬了，就差5分钟。那批牛血机子要是送不到，神仙难救。”我死死盯着他，连呼吸都停滞了。医生长出了一口气：“不过你们运气好，产妇生命体征稳住了，是个女儿，母女平安。大人马上转去 ICU 观察24小时，孩子先送去恒温箱了。”这句话像是一针强心剂，直接打进我的心脏。我腿一软，直接顺着墙根滑坐在地上。老赵和小徒弟赶紧过来把我扶住。“师傅，太好了，师娘没事了。”我捂着脸，眼泪终于没忍住，大颗大颗的往下掉。这不是悲伤，是劫后余生的庆幸。3天后，林婉情况稳定，转入了普通病房。小丫头也从保温箱里出来了，躺在旁边的婴儿床里呼呼大睡。我坐在床边，小心翼翼地给林婉喂着白粥。她脸色虽然还有些苍白，但精神状态好了很多。“凡哥，对不起。”林婉看着我：“我这一病，咱们准备开甜品店的钱肯定全花光了吧？”我放下碗，轻轻握住她的手：“说的什么傻话？钱没了我们可以再赚，只要你和女儿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林婉靠在枕头上，轻轻叹了口气：“你堂哥那笔钱彻底要不回来了吧？”我刚想把这几天发生的事告诉他，病房的门突然被人推开了。大伯母提着一篮子廉价的水果，神色局促地站在门口。她没了那天在订婚宴上的嚣张跋扈，头发乱糟糟的，眼睛肿得像个核桃。她小心翼翼地走进来，把果篮放在柜子上。“凡子，婉婉，身体好点没？”我站起身，直接挡在林婉的病床前。“大伯母，有事出去说，别打扰婉婉休息。”我没给她好脸色，直接走向病房外的走廊。大伯母见状赶紧跟了出来，刚到走廊，她眼泪就掉下来了。“凡子，算大伯母求你了，强子在看守所待了好几天了，警察说他这属于诈骗，要判实刑。你能不能去警局跟警察说说，那是你们兄弟借钱，不是诈骗啊？”“大伯母，你是不是搞错了？他骗的是租车行和表行的钱，跟我有什么关系？人家报的警，你去求人家。”大伯母擦着眼泪，语气近乎哀求：“我去了。厉老板说，只要把欠的15万违约金和租金还上，就能出具谅解书。凡子，你能不能再借大伯母点钱啊？等强子出来了，我们砸锅卖钱也还你。”听到这话，我没忍住笑了。“大伯母，你记不记得3天前，婉婉躺在手术室里，急需15万救命，我在酒店大厅求你们，你们是怎么对我的？”大伯母脸色一白，心虚的低下头。我指了指病房的方向：“你们当时急着撇清关系，生怕我找你们借钱。张强为了排场，连我的救命钱都不给。现在他进去了，你让我拿钱去救他。”我看着他，语气极其平静，没有一丝一毫的波澜。“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这钱我没有，就算有，我1分也不会借。”大伯母，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这钱我没有，就算有，我1分也不会借。
回去吧，找个好点的律师，或者把你们那套老房子卖了，替他填窟窿。大伯母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我直接转身走回病房，反锁了门。走廊上只剩下大伯母颓废离去的脚步声。1个月后，市中心的一条商业街上，林婉的首座甜品店正式挂牌营业。张强为了拿到谅解书减刑，大伯母最终还是卖掉了家里的那套老房子，除了还清租车行的欠款，当初转给他的那钱15万本金，也在警方的调解下退还给了我。开店的钱1分没少。站在收银台前，林婉抱着刚满月的女儿坐在店里靠窗的位置晒太阳。后厨的老赵带着几个兄弟，一人捧着一杯奶茶在店里四处溜达。师傅，这店装修的可真温馨。小徒弟竖起大拇指，我笑着摇摇头。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来，照在婉婉和女儿的脸上。我走过去，将他们母女俩轻轻拥入怀中。排场和面子，那都是演给别人看的虚妄，我怀里抱着的才是实打实的属于我的人生。